他每天在警局工作，但却靠贩毒赚了2个亿，最后竟然还全身而退。这个中年大妈是如何做到的？其实方法很简单，首先必须得会阿拉伯语，因为很多中东毒贩都去法国卖货，但法国警察根本听不懂那些鸟语，而大妈就是警局里的翻译。这天监听毒贩电话时，他发现对方竟然是他母亲护工的儿子。他现在正拉着一车毒品前来交易，听说足足有2吨重，缺钱花的大妈起了贪心，他编了个理由离开警局，立马找到护工，告诉他你儿子马上要被抓了，赶紧让他把车上的东西藏好，不然被抓之后肯定是死刑。护工害怕了，打电话将一切告诉了儿子，而他们的通话内容已经被回到警局的大妈和谐。等到警方收网时，才发现车里早就空空如也，但还是将毒贩们抓回了警局。而大妈则趁着这个间隙，从警长口中打探到护工儿子被捕的地方，再分析出他所有可能藏毒的位置，然后带着狗一路寻找，最终在高速旁边的风力发电小屋成功找到了那2吨毒品。话不多说，全部搬走。看着满满一仓库货物，大妈心中已经有了换钱的计划。她先是买了一堆手机，外加1台验钞机，再利用警局里的监听路线，找到2名缺货的毒贩，用阿拉伯语给对方发去街头短信，定好具体的见面位置，然后开始上网学习中东女人的打扮，头巾一裹，墨镜一戴，完全就是个中东阔太。当他下车的那一刻，毒贩立马被他的气场镇住，加上大妈精通阿拉伯语，毒贩丝毫没有怀疑。第一次交易，大妈只带来了1公斤样品，并表明这是免费送的，回去如果玩得好就长期合作。临走时，大妈还特意嘱咐毒贩，以后联系必须用阿拉伯语，这样就可以避免警方监听。这一顿操作下来，毒贩更加相信了大妈的实力，加上试完货也相当满意，当即下了一笔30万的订单。大妈听后十分激动，她装了整整1麻袋，随便找了辆出租车就前往交易地点。不过这可把毒贩吓得不轻，因为大妈选的地方是在监狱门口，但大妈丝毫不慌，深知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，还在车里淡定地验起了钞。见大妈如此专业，二人觉得也该验一下货，但验完却发现多了1包。面对疑问，大妈表示新店开业有活动，多买多送。可就在这时，一辆警车开了过来，瘦子赶紧拉上拉链，但大妈却热情地跟警察打起了招呼，那淡定自若的样子再次让2人顶礼膜拜。从这之后，大妈凭借着各种想不到的交易方式，让她的货传遍了整个巴黎，同时她也赚得盆满钵满，不光还清了丈夫生前欠下的高利贷，还给母亲一次性交了半年的疗养费。而警局这边只知道江湖上有个毒头大妈，根本想不到帮忙找她的人就在眼前。大妈翻译着自己的交易录音，心里想的全是今晚能卖几斤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大妈已经积攒了巨额财富，现在要做的就是将其变合法。她找到自己的中国房东，隐晦地表示想要花高价买一栋房子，谁知房东一语道破，不就是洗钱吗？你有多少我帮你多少，但我要30%的佣金，其他事儿都可以摆平。大妈痛快地答应了，殊不知她已经被人盯上了。丢货的黑帮通过调查，查到了大妈下线的1名小毒贩，还将人暴打了一顿。事后来到警局，小毒贩虽然不知道上线到底是谁，但大妈已经意识到了危机，紧张之下竟然晕了过去。醒来后，为了能将货赶紧处理掉，她和毒贩通过游戏交流，定好了交易计划。而一直爱慕她的警长看她身体疲惫，以为是最近太过劳累，于是把翻译的任务交给了别人。通过监听毒贩的手机，得知了就在今天交易，准备动手抓人。不知情的大妈拖着上百公斤的货，已经来到了交易地点，前脚刚走进去，后脚警察就跟了进来。大妈吓坏了，赶紧从后门逃了出来。她第一时间联系毒贩，让他小心四周，并把交易地点改到了商场门口。没等警察从监控中看清大妈的脸，他们就顺利完成了交易。可在离开的时候，有人撞到了大妈，钱袋子瞬间洒了一地。可时间仓促，她只捡了一小部分，就牵着狗上了出租车。警察没能追上，但黑帮却死咬着不放。就在大妈以为安全了时，一下车就发现了不对，眼看着情况不妙，他找到巡逻的警察，说后面有个变态想对自己图谋不轨。见大妈报了警，心虚的黑帮立马开溜，这也让大妈成功摆脱了警察。他就这样逃过了一劫，但黑帮的追击还远远没有结束。这天，房东送来了女儿的结婚请柬，想让大妈去参加婚礼。但就在婚礼当天，2个黑帮抱着一棵树，竟然成功混进了现场。随后从花盆里拿出手枪，一个人控制了房东的保镖，另一个破门而入找到了大妈，而大妈也拿枪瞄准了他。就在2人对峙之时，几个孩子点燃了鞭炮，声响吸引了黑帮，保镖趁机直接开枪将2人射杀。面对如此场面，房东却淡定地站起身，梳理了下发型后，说了句地道的中国话：颈部敬礼教。大妈万万没想到，房东竟然如此社会。看着拖拽尸体留下的血迹，大妈请求房东千万别报警，而房东则一脸不屑地表示，警察不过是群废物而已，他们没资格打扰我女儿的婚礼。大妈听后，欣慰地送上了婚礼礼物。可就在拍合影时，大妈突然接到疗养院的电话，她年迈的母亲刚刚去世了。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大妈悲痛欲绝，想到自己贩毒的初心就是为了能让母亲过上好日子，而现在失去了奋斗目标，那剩下的货物瞬间也就不香了。她带着女儿将母亲的骨灰撒到了她生前最喜欢的商场里，然后找到房东，说出了退房的想法，而房东则希望大妈可以帮他做事，去中东销售汽车配件。Rapportez bien, gagnez beaucoup. Moins dangereux que pauvre. 原来房东早就知道大妈在做什么，并且还知道货物就藏在地下室。房东的智商一度让大妈感到害怕，但他还是让房东参观了剩下的货，因为他现在决定金盆洗手，这些对自己来说已经不重要了。
463 kilos. Vous connaissez quelqu'un que ça peut intéresser? Chine, plein de morts, que des merdes. Ah. Oh, quand je vais m'en débarrasser. J'ai gagné assez d'argent comme ça. 他把之前的伪装衣物全部处理掉，然后又将剩余的500公斤货放回了原位。与此同时，他的2名下线没有了毒品封面，在超市发起了疯，后果可想而知。但大妈早已处理好了一切，还辞掉了警局的工作。当和警长聊到毒头大妈时，警长却用眼睛死死地盯着他。或许他早已洞察了一切，但出于对大妈的爱慕，他选择了另一种方式。J'aurais pu tout arrêter pour toi en vérité. Même des flics.